穿越洪荒后，我成为最后的人王。然而恰逢姬发以天子之名前来讨伐，姬发、姜子牙、杨戬等傲立四方，满天神佛全部看着这里。帝辛，你荒淫无度，残暴不仁。今日我姜子牙替天行道，铲除你这昏君。露台烟火燃起我周身，火焰包裹露台，狼烟滚滚，不少死忠臣子跪在地上哭泣起来。人族气运金龙也在朝歌城悲痛嘶吼。穿越而来的我怎能不知，这是露台自焚的场景。露台自焚，帝辛陨落，姬发称王，以天子自居。此后人族低人一等，人道也会如地道那般，成为天道掌中玩物。心中瞬间明了，当然我知晓封神榜的一切，包括诸天众生的算计。所谓的昏庸无道，不过是诸天众生的算计罢了。一股怒意直冲天际，作为最后的人王，我又岂能让他们计谋得逞？两世为人，又岂能就此认命？岂能任人宰割？我愤怒，我命由我不由天。一股人王之气散开，瞬息之间扑灭了周身火苗。跪在地上的臣子们一个个愣住。姬发，你这个孽障！人族叛徒！一声吼叫，人王气势爆发出来。姬发队伍见状也是大吃一惊，立刻大声喝道：我以天子之名，帝辛还不快快以死谢罪！我冷哼一声，你算老几？乱臣贼子！孤乃人王，谁敢让孤赴死？声音响彻苍穹。姬发，堂堂人族脊梁硬生生的被你压弯，你居然认贼作父，自命天子，你枉为人族！声音仿佛化作洪钟，狠狠地在姬发心中敲响。只听得我声音再次袭来：姬发，你是人族的罪人！滔天恨意瞬间上头，直冲33天宫阙。猛然之间一声咆哮，我抬头怒对诸天，尔等众圣居然敢算计人王，算计人道，不可饶恕！今日孤在此，尔等休想得逞！醒了，彻底醒了，大彻大悟了！人王剑瞬间出鞘，气势爆炸开来。孤乃人王，今日孤已醒悟，人族气运还不速速归来，更待何时？一道道气运金龙瞬间汇聚而来，直奔我头顶而去。忽然一声哼，仿佛从9天袭来，瞬息之间震散气运汇聚。昏君帝辛，因伤气数已尽，此乃天数，还不认命？我愣了一下，太清你也敢对孤出手？太清圣人手持人道至宝崆峒印，本身又是人教教主，当然可掌控人族气运。一声哼之下，当即打断我的意愿。只听得噗呲一声响起，我手掌鲜血爆开。孤以人王之血为引，聚集人族气运，此生为人族而战，天地人神谁能挡？人王之血洒满长空，人族气运给我聚。这一次如排山倒海，无尽气运瞬间袭来。太清圣人立刻阻拦，可是却被人王鲜血挡在门外。帝辛，你敢？我冷哼一声，有何不敢？傲视苍天，你奈我何？满天神佛又能如何？诸天众圣又能咋的？孤乃人王，人族气运还不归来。人王之力爆发，气运再次汇聚。原本气数已尽的殷商王朝，忽然在这一瞬间得到了气运延绵。只要气运不散，那么殷商不灭，人王不死，人族气运加深。除了自己，还有谁敢斩自己？满天神佛吗？那你来杀一个试试看。敢杀人王，那就是改变大事。如此后果谁能扛？到时候再来人道加深，成就人道道祖。就算面对红军也是平级，谁敢斩孤？如此这般必死之局就算破了。刹那之间我野心展望，然满天神佛又岂能让我如愿？姜子牙上前一步，大声喝道：帝辛，事情已成定局，难道你还要做困兽之斗？人王一怒，天地色变，瞬息之间雷霆作响，一道惊雷劈得姜子牙口吐鲜血。我冷哼，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孤面前犬吠？姜子牙道：帝辛，你欺人太甚，老夫师尊乃是元始天尊，我浑不在意，那又如何？就算元始天尊亲临孤一样敢骂？姜子牙大骇，刚才那一瞬的眼神仿佛看透了他的一切。不等姜子牙说话，我声音再次传来：还有你姬发，你这乱臣贼子，认贼作父，居然自降身份，甘愿以天子自居，你的尊严呢？你的骨气呢？你让人族蒙了羞，你是人族的罪人，孤必杀你！阵阵杀气传开，以我为中心四散开来，人王气息震退，反叛逆臣数十丈远。诸如阐教门徒见状也是大骇，不愧是人王，就算他们三头六臂，就算他们惊仙大罗，可是那又如何？在人王面前依旧不得放肆。这一刻，人王地威爆发出来，忽然之间天空之上连盛开，道韵仙乐响起。人王你太放肆了！元始天尊法身降临，姜子牙下跪拜见老师。见过元始天尊，姬发下跪，无数大周军士下跪，然我却是昂首挺胸，连带着身后的死忠也是站得笔直，这让元始天尊瞬间不爽。大胆人王见到本圣居然不跪，你这是找死！声音如雷直逼人往我而来。听到此话，我心中悲痛。看吧，这就是圣人，这就是洪荒。明知我是人王，是未来人道代言人，一个个依旧要算计。元始天尊此话也算是诸天众圣的意愿，同样也是红军的意愿，通天教主除外。不过我为人王，又岂能如了尔等的愿？人王岂能下跪？一旦跪了，人道也将低人一等。我怒视元始天尊，元始天尊，别以为你是圣人就可以无法无天。孤乃人王，乃是未来人道之祖，未来地位和红军相当，你敢让孤对你行礼，你受得起吗？此话一出，诸天众圣大骇，满天神佛大吃一惊。元始天尊怒道：大胆人王，你不过凡夫俗子罢了，居然妄想和道祖平起平坐，更是对本圣不敬。今日本圣要好好教训你一番。话音落下，一道圣威直逼我，诸天众圣大骇。太清圣人赶忙阻拦：元始不可，可以呵斥帝辛，但是岂能对帝辛动手？那可是人王啊！但是为时已晚，我迎着元始天尊的攻击逆流而上，这一刹那之间让诸天众圣大骇。该死，他为什么不躲开？难道人王发现什么了吗？众圣担忧，但并非害怕元始天尊打伤我，而是担忧我发现其中秘密。一道金光降临，但是并未伤到我分毫，反倒是元始天尊一声闷哼，一口鲜血一出，瞬间让元始天尊醒悟过来。该死，难道我发现什么了？我手持人王剑，如那苍松一般傲立露台，眼神之中没有丝毫惧怕。哈哈哈！元始天尊，孤就站在这里，你敢杀吗？你杀得了吗？众圣实锤了，我果然知道了，我乃是人王，乃是未来人道代言人。一旦我陨落，人道崩溃，诸天也会重演混沌。但是红军又岂能眼睁睁地看着人道不受掌控？这才一揭幕，利用姬发进行武王伐纣大业，待到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到位，逼迫我自裁，人道就会视为我主动放弃。如此人道将会转嫁到姬发身上，人族气运也会来到姬发身上，再加之姬发以天子自居，如此人道将成为天道之下，可谓是把一切都算到了。但是计划赶不上
上变化，后世灵魂穿越而来，硬生生的破开了必死之局，让这原本的定数却出现了变数。此刻我疯狂大笑，一代王者风范展现的淋漓尽致。来啊，有本事就来杀了姑！元始天尊太清圣人、接引准提，还有女娲圣人，我知道你们都在看着，今日姑就站在这里，你们可敢杀？神音震动苍穹，气得诸天众圣咬牙切齿，恐怖人王为严压的姬发大军难以残喘。我的死中却是激情澎湃，一个个激动的流下了泪水。天地不忍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忍以百姓为刍狗。但是今天我人王帝辛就以这蝼蚁之躯来好好领教一下你们这些虚伪的圣人。人王见吭哧一声插在身前露台之上，我大声喝道：放马过来！天地色变，我以凡人之躯撼动天威，更是把诸天众圣的面皮踩在脚下。众圣怒了，天道怒了，刹那之间天威降临。不过我岂能怕了？昂首挺胸直逼苍天。地府之中，平心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感慨，人王彻底觉醒了。原本的封神之战出现变数，不知红军老祖又当如何？只是可惜了地道啊！滴滴泪水落下，后土化轮回，从此不再无。深化平心的那一刻，后土幡然醒悟过来，自己被算计了，地道被算计了，就连整个巫族都被算计了。到最后不得不在这六道轮回之中苟延残喘。可是事已至此，已经无力回天，只能在地府之中苟延残喘，只是心中不甘罢了。还有冥河老祖镇元子鲲鹏等等。当看到此刻的我之后，他们心中也是感叹：变数，变数啊！露台之上，我昂首挺胸，把诸天众圣的名讳全部叫了出来。众圣知晓，我已经明白一切了。既如此，躲着又有何意义？一道声音从33天之上传来：大胆地心，你昏庸无道！武王姬发顺应天命，实乃大势所趋。女娲法身降临，顿时天空精锐泛起，步步莲化作无尽天桥。帝辛吾以人族圣母之名，令你自裁以此谢罪，还不快快轮回？我没有丝毫避让，直接看向了女娲，厉声呵斥：姑乃人王，谁敢让姑自裁？就算你是女娲圣人，就算你是人族圣母也不可以。女娲，你为人族圣母，人族由你所创，你享受人族气运理所应当，你不庇护人族也就罢了，但是你不该站在姑对立面，联合诸天众圣逼姑自裁。如今你已经没有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此话一出，无尽大能大害。女娲愤怒：帝辛，你好大的胆子！本圣乃是人族圣母，你这不尊圣母之人还有何资格苟活？你这种昏庸无道之人，又岂能肩负人王之位？还不快快自裁！我听得心中悲悯，你可是人族圣母啊！没想到此刻你也落井下石。此刻我心中最后的那一丝与女娲的造人之恩彻底消散。也罢，既然如此，你这圣母不尊也罢。抬头看向女娲，我厉声喝道：说得好！既如此，那姑要问问女娲圣人，姑到底有哪里不尊圣母了？还有姑昏庸无道，难道这不是你一手造成的吗？今天你说不出个缘由，那就不要怪姑不认你这圣母。此话一出，众圣大骇，我这是要做什么？这是要罢黜女娲人族圣母之名吗？众圣明白，洪荒生灵明白，女娲更是明白。女娲一怒冲天，我这是触碰到了她的利益了，更是触碰到了她的底线，如此岂能留着？更加坚定了整死我的想法。帝辛，你大胆！我冷哼一声，姑的胆子一向很大，否则又如何敢怒对尔等虚伪的面庞？虽然殷商大势已去，虽然百万大军已经围困朝歌城，这又能如何？姑乃人王，就算只剩一兵一卒，就算整个殷商只剩姑一人，那又如何？那就孤身一战，就算是死，也要搅动这洪荒翻云覆雨，让这诸天众圣颤抖。女娲肺都要气炸，恨不得一巴掌直接抹杀我。但奈何我乃是当前人王之身，除非我主动放弃人王之名，否则谁也不敢灭杀人王。就算他是圣母，也不能出手灭杀。帝辛休得胡言乱语，难道不是你自己昏庸无道、贪恋美色，更是打造酒池肉林吗？难道这不是你的错？女娲开头，姜子牙等人也是跟随而来。没错，帝辛，你滥杀忠臣，一意孤行，殷商毁在你的手里。帝辛，你为人王，让你自裁是让你走得体面。此刻我已经孤立无援，唯一还能指望的通天教主却被众圣蒙蔽了天机。此刻天地无路，但是姑乃人王，岂能怕了尔等宵小？我仰天大笑，哈哈哈，说得好！既如此，女娲，那姑问你，若非你派遣九尾妖狐下界，扰乱殷商气运，迷惑姑的意志，姑又如何建立酒池肉林？姑又如何能够昏庸无道？此话一出，女娲大骇，果然我知道了什么，心中暗道不妙。然而我的话再次袭来，女娲姑有今天都是你害的，你枉为人族圣母。女娲气着了，厉声喝道：放肆！帝辛，你休得狡辩！当年女娲庙朝拜，若不是你提笔吟诗羞辱本圣，本圣又岂能如此？归根到底还是你自己造成的。我当场没有好脸色。女娲，你还有脸说此事？你为人族圣母，更是天地圣人，难道你看不出当初乃是有人屏蔽天机，迷惑姑吗？你不但不给姑查明真相，更是联合诸天众圣支持这些叛贼要逼死姑。你枉为圣母！顿时接引准提坐不住了，立刻法身降临。女娲师妹封神大劫已经大局已定，何必与她多说？让她自裁便是。随后便是对着我呵斥：帝辛，你乃一介凡胎，岂能知晓天数？还不快快自裁，否则你会给人族带来灭顶之灾。我看到接引准提到来，已然知道他们做贼心虚。接引准提，尔等来的妙啊！姑还没和你算账呢，你们就跳了出来，那就别怪姑了。我猛然看向了女娲，说道：女娲圣人，当年之事乃是接引准提屏蔽天机，迷惑姑，否则姑又如何能够做下如此之事？接引准提怒斥：帝辛，你放肆！本圣何时迷惑你了？但是心中虚了，当初他做的十分隐蔽，我如何得知？我冷哼一声，哼，怎么做了还怕说吗？接引准提，你说尔等从未迷惑姑，那你可敢对着天道发下誓言？你若迷惑了姑，那就天人五衰三不在，圣位跌落，你可敢？接引准提差点没站住，我这是逼着他王对王啊！一旦发下了誓言，那可是要遭受反噬的。你混账！圣人誓言岂能儿戏？帝辛，我乃圣人，岂能随意发下誓言？我呵呵一笑，不能随意，恐怕是不敢吧？接引准提尔等一脸虚妄，背后迷惑姑，更是度化截教3000红尘，难道你就不怕通天教主知晓之后对你报
报复吗？随后我看着满天神佛大声喝道：姑所说一切都是事实，若是尔等不信，那么不妨解开天机屏蔽，到时一看便知。听到这话，女娲看向了接引准提，这让接引准提感觉到了不好。这时元始天尊说话了：师妹莫要信了地心之言，这不过是他垂死挣扎罢了。接引准提立刻顺着台阶下：没错，女娲师妹，可别信了地心之言，我等乃是圣人，可别被地心挑拨了。不但是接引准提，其他圣人也是瞬间洞悉了我的阴谋，已然看出我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旦解开了天机，通天教主势必会感知这一切，到时得知截教被算计的名存实亡，通天教主必定怒气冲天，诛仙剑阵一旦摆下，洪荒必定支离破碎。如此业力，没有谁会扛得住。前世原本故事线本就是界牌关大战，打得洪荒支离破碎，众圣背负了无尽业力，逼得众圣被迫囚禁，不到无量量劫不可出世。如此恐怖业力，谁能抗？而且众圣谋划也将付诸东流。女娲也是信了我的话了，但是事情已成定局，只能恶狠狠地看了一眼接引准提，仿佛在说待会再找你算账。如此，接引准提算是松了一口气，看来大家都明白了事情的关键了。女娲说道：地心事情已成定局，你已无力回天，自裁吧。元始天尊也是说道：地心你残暴不忍，如今没有谁帮你了，殷商气数已尽，你自裁吧。接引准提更是拍手叫好：地心诸天众圣都要你死，这是众望所归，你认命吧。这一刻，我看着满天神佛，看着诸天众圣的法身高高在上，一个个俯视洪荒，就仿佛看着蝼蚁一样不屑。此刻在我的眼中，这些高高在上的圣人却是化作了恐怖大妖，我心中滴血。尔等想要我死，我偏不如了你的愿。深吸一口气，我缓缓说道：既然尔等不忍，那就别怪我不义了。我缓缓抬头，再次看向了诸天众圣，我命由我不由天，天要阻我，我图天。此刻我眼中充满了无尽仇恨，手中人王剑缓缓举起，只看到我头顶人族气运汇聚，化作人王法身。我弟心以人王之名发下血誓，人族大梁孤来挑起，人族未来孤来创造，谁敢阻拦不死不休。血誓力，一口精血吐出，瞬间化作阵阵符文，忽然晴天霹雳，洪荒颤抖，人族气运给我重聚，晴天响动，雷云滚滚。只是这雷云却是金色满天，众生大骇。我这是在做什么？一个不好的预感袭来，众圣着急了。该死，他在凝聚人王法身，欲要唤醒人道，一旦成功，我等可就麻烦了。快阻止他！天道于混沌之中觉醒，地道于巫妖亮劫觉醒，而人道则是在封神完结之时觉醒。我死后激发称王，人道自然而然落到了激发头上。而如今我不死，更是要提前唤醒人道，到时候诸天众圣一切谋划都将成为炮不但抓不住人族气运，不但无法掌控人族，而且还会站在人族对立面，他们岂能不急？特别是女娲，已经感觉到了自身镇压的人族气运居然开始动荡，瞬间脸色大变。不，妖族气运已经跌入谷底，若是再失去了人族气运，那他这圣人之威又有何用？女娲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巫妖一战让女娲和后土背了锅，女娲血亏，如今岂能再让人族气运离去？立刻率先出手，山河设计图瞬间放大。地心，在本圣母面前，你还敢凝聚人王法身？给我散！然而下一瞬间，女娲却是大骇，这怎么可能？居然打不散！只看到虚空之上，我法身凝聚，缓缓抬起头来说道：女娲，现在开始，你已经不是人族圣母了，你创造人族当享受人族气运，当为人族圣母，然而你却为妖族大圣，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我一步登天，虽然自身没有修为，但是凭借人王之气，居然做到了与诸天众圣持平。女娲，我给你选择，要么斩断妖族气运，彻底成为人族圣人，要么孤霸出你这人祖圣母之名，从此人族与你再无关联，你自己选吧。此话一出，女娲差点没站稳，我居然敢逼着她做选择，岂有此理！地心，你休想！妖族气运不能断，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是人族气运也不能丢，那可是天地主角气运。听到女娲的话后，我已经知晓女娲要站在我对立的一面了。既然如此，那就不讲情面了。女娲，人族欠你的，早在妖族屠戮人族之时已经还清，这一刻起人族已经不欠你的了，反而是妖族欠下了人族无尽血债。听到此话，女娲瞬间急得大声喝道：地心，你敢！人族当有此一劫，与本圣无关，否则人族如何成为天地主角？否则人族如何壮大？然而我却是呵呵一笑，那重要吗？姑知知道你是妖族大圣，妖族屠戮人族之时你不问不问，姑知知道人族欠你的已经用无尽鲜血偿还了，剩下的只有血债。看着女娲，我双眼仿佛在滴血。巫妖亮劫虽然已过，但是人族血债却留在了骨子里，还有真以为姑什么都不知道吗？所谓人族大劫，不过是天道算计罢了，就算人族没有这一劫，人族依旧是天地主角，否则就是改变大事。此话一出，众圣大骇，我怎么知晓天数的？人王剑出鞘，随后化作苍穹巨剑出现在人王法身之上。我沉声道：今日孤以人王之身，孤以未来人道道祖之名，今日罢黜女娲人族圣母之名。女娲疯了，地心你敢！这个锅他不能背啊！但是我怎么可能会理会？我继续道：人族先祖在上，圣人女娲贵为人族圣母，享受人族气运，却不庇佑人族，反而要逼死人王。今日孤以人王身份罢黜女娲人族圣母之名，还不助孤一臂之力，仿佛洪荒震动，又仿佛无尽冤魂嚎叫。刹那之间，洪荒鬼哭狼嚎，众生大骇。该死，这怎么会这样？明明轮回已出，为何这些冤魂还不入轮回？怎么会这样？这明明是上一个亮劫的场域，随着亮劫的落幕，他们本应该消散才是，可是怎么还会出现在这里？紫霄宫里，红军猛然睁开了双眼，随后脸色大变，原来如此，后土你这贼心不死！地府之中，平心露出了微微笑容，呵呵，虽然巫妖亮劫结束了，但是我巫族岂能甘心？他大手一招，无尽人族冤魂冲向洪荒大地，去吧去吧，去完成尔等心中遗憾，帮助人王气运归一。无尽冤魂从地府冲出，这些冤魂生前被妖族屠戮，戾气太重，无法进入轮回，只能在这地府之间来回游荡，闹得地府不得安宁。再者后土化轮回之后，也明白了自己被红军算计，心中就有一口气憋着。如今恰逢
逢我召集人族先祖残魂，后土岂能不成全？血海之上，6道轮回大门打开，无尽冤魂冲出地府，刹那之间洪荒各处哀嚎遍地，无数冤魂空中嘶吼，携带无尽戾气直冲身为人王的我而来，以最快的速度汇聚成了一尊血色法相，一时之间戾气冲天，整个33天宫阙都为之一颤。蓬莱仙岛里通天教主猛然一惊，怎么回事？诸天众圣大骇，原本的人王法身在这无尽冤魂加持之下，化作一尊血色法相，我一双眼神也是锁定了女娲，斩！一道血色剑光落下，仿佛一剑开天，我以自身人王之气为引，无尽人族先被冤魂为依托，携带恐怖无边戾气，化作擎天巨剑直奔女娲而去。众圣大骇，该死！地心你疯了！你居然以无尽戾气强行斩断女娲圣母之名，伤敌800自损1000，地心你疯了！你会断送人族未来！众圣害怕了，女娲更是被吓得连连后退，圣人仪表也是化作了惊恐。我以无尽戾气化作长剑斩断牵连，这可是无尽业力啊！一旦碰上，女娲圣人之躯必定会反噬，但是人族气运却是损失更多。不过此时我顾不得那么多了，殷商本来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就算自杀一击也要出手，若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再好不过，就算必死那么也要拉上女娲垫背，又或者拉上整个洪荒陪葬。我一声怒吼，斩！舍去一切直奔女娲而去。女娲不可置信，地心你敢扑！话未说完，女娲一口圣血吐出，戾气汇聚而成的一把巨剑狠狠落在了女娲身上，顿时打得女娲头顶3花一阵摇晃，差点被削掉，圣血洒满洪荒大地，刹那之间化作无尽灵气。同样我也是一口人王之血吐出，原本汇聚而来的人族气运瞬间被消耗90%。不过我无悔，这一幕看得诸天众圣头皮发麻，好狠！眼前的我还是他们认识的我吗？居然不顾一切自杀式的一击，不狠不行啊！这一个锅女娲背定了，被人王剑气所伤，无尽业力差点打掉顶上3花，也亏得我没死，否则一旦我暴毙，那么女娲就成了干掉人王的凶手，到时女娲根本扛不住无尽业力，轻则打落圣位，重则重演混沌。众圣倒吸一口凉气，直到这一刻，众圣再一次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怕了！诸天众圣怕了，他们已经预感到了煮熟的鸭子要飞了。洪荒大能看到这一幕之后，一个个也是一阵后怕。地府平心嘴角微微一笑，我真的觉醒了。混沌子萧公，红军再次睁开了双眼，看向了洪荒大地，眼神仿佛2道金光投射到了朝歌城。此刻我身上的气运缓缓升起，原本气数已尽的殷商王朝，此时此刻却是重新焕发生机。我仿佛有所感，也是双眼抬头看向了混沌深处，仿佛在这一瞬，红军的眼神和我的眼神交织在了一起，这让红军感觉到了不妙，立刻掐指一算，却是面色有些不可思议。怪哉怪哉，明明殷商气数已经完结，明明地心应该深损，可是为何生命轨迹发生了变化？再次看去，红军面色更是疑惑，本座居然算不到地心的结局了，这不正常。以前红军可是把我算得死死的，但是这一次却始终算不出来了。如果我乃是普通身份，那么红军便可以一眼算出眼前的我来自后世，可是我乃是人王之躯，更是承在未来人道道祖之位。如此之下，红军猛啊，变数啊！我血染衣衫，手持人王剑，傲立苍穹，头顶蓝天，脚踩大地。女娲，从此刻开始，你不再是人族圣母，不再享受人族气运，好好滚回去做你的妖族大圣，准备面对孤讨回人族血债吧！一声吼叫，女娲再次一口圣血吐出。就在那一剑落下的那一刻，女娲感觉到了她和人族的牵连，消失了9层9，唯有一点藕断丝连牵着。女娲明白那是伏羲，若是伏羲也斩断了最后一丝牵连的话，女娲这圣母之名就算彻底报废，到那时候女娲将会沦为洪荒笑柄。女娲怒气瞬间暴涨起来，不可以，坚决不可以！我是人族圣母，岂能是你能够罢黜的？本圣不同意。可是忽然之间，女娲面色大变，只看到自身人族气运正在快速剥离开来。不要，给我回来！女娲慌了，可是却无法阻拦气运剥离身体。只看到天空之上恐怖惊云落下，数量之庞大，直接奔着我而来。元始天尊惊呼：这不好！人族气运脱离了女娲师妹，直奔地心而去了。该死！好恐怖的人族气运！诸位师兄弟还不随我联手镇压，否则一旦气运落下，封神无望。这一刻众圣真的怕了，没想到必死之局居然真的让我盘活了。一旦如此恐怖气运落下，殷商气数必将延续，到那时候一切谋划终将成为泡影。这一下众圣坐不住了，元始天尊愤怒滔天，他的阐教气运可是入了西岐，一旦被人王得逞，那么元始天尊必定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而且事后通天教主知晓他们的算计，必定携带诛仙剑阵前来报仇。元始天尊可挡不住通天之怒，地心你混账！玉如意扔了出来，瞬间五彩斑斓，直奔人族气运而去。女娲也不甘落后，山河设计图遮天蔽日，欲要包裹气运，接引准提见状，岂能落后？师兄快出手，趁此机会把这人族气运度化进我西方极乐。元始天尊点头道：师弟此言有理，如此气运何该与我西方有缘？一瞬间，七宝妙术和功德金莲迎风而长，直奔人族气运而去。我愤怒，该死！这诸天众圣果然不要面皮，尔等居然敢强抢人族气运，找死！戾气法身瞬间爆发开来，一剑斩出，欲要用无尽人族戾气斩断众圣手段。无尽业力缠身，一剑直接劈开众圣法宝，使得众圣功德大减，人族气运归位。忽然之间，一道霞光疾驰而来，瞬息之间打散我法身，我一口人王之血吐出，法身崩溃。我大骇，该死！盘古幡！没想到元始天尊居然动用了盘古幡，众圣欢喜，元始师兄好魄力，打得好！立刻施展浑身解数抢夺人族气运。只是元始天尊脸色十分难看，方才
才击溃我法身，直接遭到了反噬。若非他手持先天至宝盘古幡，恐怕元始天尊三花都会被打落，严重者更是会跌落圣位。眼看着气运被分食而去，我撕心怒吼：女娲，元始天尊，接引准提，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眼看破局即将成功，没想到元始天尊也是豁出去了，硬扛反噬，也要剥夺我的人族气运功德。现仙四处起红光，绝仙变化无穷妙，大罗神仙血染长。想到后世对诛仙剑阵的描述，我心中不知道如何形容了。我若是有如此实力，人族又何须如此苟活？看到诸天之上四色光芒闪动，剑阵之内四圣害怕，快我等联手！这可是诛仙剑阵，非四圣不可破。通天教主不屑道：想要破开本圣剑阵，痴心妄想。话音落下，通天教主开场直接爆发全部战力。他虽强，但是四圣也不是酒囊饭袋，四色之气爆发，瞬息就让四圣脸色大变。元始天尊不敢托大，直接拿出了先天至宝盘古幡。接引准提也是各自拿出了看家本领。没有了太清圣人的加入，他们实力大打折扣。女娲害怕了，诸位师兄，这可怎么办？师妹我实力太弱了，不知道扛不扛得住。他可是功德成圣，虽然法力入圣，可是战斗经验那是差得老远。众圣纷纷道：女娲师妹拼死一搏吧，这可是诛仙剑阵。没错，扛不住也要扛。今日若是被斩，我等一切谋划都将功亏一篑。算计截教，这就是死仇，无法化解。听到此话，女娲也是慌张，使出全部法宝。诛仙剑阵发威了，通天教主一人拖住了四圣，众圣法力爆炸，无尽圣威爆发，瞬息之间洪荒颤抖。四圣看到了，通天教主也看到了，五圣大战，没想到居然要崩溃洪荒，这可如何是好？通天教主法力爆发，诛仙剑阵给我起！瞬息之间就把战场挪移到了混沌之中。通天教主的声音传来：人王，本圣拖住四圣，还不快收了人族气运！我也是反应过来了，立刻高举人剑，以无尽人王之气再次凝聚人王法身。顿时天空之上雷霆作响，该死，被元始天尊盘古幡打中，无法再次凝聚人王法身。我心中不甘，怒气冲天，连带朝歌城上空也是泛起了雷云波动。人王一怒，天地色变，我命由我不由天，天要灭我，我屠天！一口人王精血吐了出来，我不惜损耗阴伤气运，也要再次凝聚人王法身。无尽人祖先辈冤魂疯狂咆哮，恐怖戾气之下，一尊血色法香再次从朝歌城缓缓升起。我沉声道：孤乃人王帝心，今日孤以人王之血凝聚人王血色法香，汇聚人族气运，给我凝聚！雷霆大作，整个天空变得黑暗下来，仿佛日月无光。混沌之中大战的众圣见状也是面色大变。帝心，你这个疯子，你居然以人王之血凝聚法身，你这是要洪荒人族未来之路彻底断绝！帝心还不快停下！你这不是功德气运之身，你这是在凝聚杀戮真身啊！元始天尊、女娲等等被吓住，一旦我凝聚了杀戮真身，那可是洪荒大劫啊！就算不敌开天大劫，但是绝对无限持平，无妖亮劫。紫霄宫中红军睁开了双眼，杀戮真身，人王你怎敢如此啊！你这是要把人族带向末路！看着这一幕，红军好想镇压我，可是他明白，一旦他出手，那么性质就变了。本来就是一个封神亮劫，本来就是阐教和截教的争斗，一旦他出手，那就不是封神亮劫那么简单了，也不再是阐教和截教的争斗，至少明面上如此。地府之中，平心娘娘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缓缓站起身来。血海之上，圣人法香顶天立地，杀戮真身，人王你到底要做什么？人王本应该是功德真身，再不济也是信仰真身，可是不曾想我居然凝聚杀戮真身，这是要干什么？难道我要上演洪荒杀劫吗？可是现在我自身难保，殷商王朝处之极溃，能够保下一条命就已经是极限，却不成想我凝聚杀戮真身。平心一脸懵逼。与此同时，火云洞当中，人族三皇也是在这一刻睁开了双眼。怎么回事？为何本皇方才一阵颤抖？我也感觉到了，方才心中传来了一阵心悸，难道人族出事了吗？三皇虽然疑惑，奈何走不出火云洞。朝歌城内血色法身缓缓升起，听到了诸天众圣的愤怒和惊恐，我昂首挺胸，大声喝道：就算凝聚血色法香把人族带入末路，那又如何？我手持人王剑，大声呵斥：就算赌上人族未来又能如何？就算掀翻这洪荒大地又能怎样？尔等想让孤死，孤偏不如尔等所愿。我深吸一口气，大声喝道：人族气运，人族当自己掌控，人族未来当由人族自己来定，就算你是诸天众圣也无权插手，谁敢阻拦孤必斩谁！一声大吼，人王气势达到了极致，一尊血色法相汇聚而起，瞬息之间整个天空都被染成了血色。既然所有人都不愿意让孤好好活着，那孤就身化地狱修罗，杀破这天，踩碎这地。怒气缓缓腾升，人族气运还不归来，更待何时？女娲身体之中剥夺出来的人族气运瞬间直奔我，众圣愤怒：帝心你混账！帝心你敢吸收这人族气运，本圣必定不饶你！他们欲要豁出去，一切都要干死。然而通天教主会让他们如愿，尔等与本圣战斗还敢分心，简直找死！瞬息之间，一道剑芒袭来，一口圣血吐出，女娲率先扛不住了，圣血染红了混沌，不好，完了！这是四圣心中的想法。忽然在这一瞬之间，一道阴阳图案笼罩而来，通天教主大骇，不好！太清圣人内外夹击，通天教主也不是对手。与此同时，一枚法印直指人族气运而去。帝心，阴商必灭，实乃天意，你还是不要做无谓的反抗，自裁吧！法印袭来，原本快速落下的人族气运，在这一瞬间就被打散，一口人王之血吐出，我如遭雷击，该死空瞳印！太清圣人道：没错，帝心，本圣乃人教教主，又手持人族至宝空瞳印，洪荒人族气运都可归本圣调遣，你注定了是失败者。太清圣人出手了，本以为会直接以先天至宝太极图挡住人族气运，不曾想这太清圣人上来就用王炸，气得我浑身颤抖，更是咬牙切齿。空瞳印乃是人族至宝，当初女娲造人成功之后，不周山就开始孕育空瞳印，这是当初盘古遗志留给人族的宝贝。确实不曾想当初太清圣人登临不周山脉的时候被发现，或许从那一刻开始，天道就在算计人族了，让太清圣人得到人族至宝，又让太清圣人立了人教，从一开始就是算计。我问太清，你也要插手人族
族之事。太清圣人沉声道：“本圣乃人教教主，此乃分内之事，何来插手一说？”太清圣人圣威降临，瞬息之间就盖过了通天教主，更是逼得人王之气缓缓跌落，一时之间血色法香居然摇晃不稳，随后哗啦啦一声爆掉。太清圣人宁愿硬扛人王反噬，也要打掉血色法香。看来这诸天众圣都要逼得我灭亡啊！孤好恨，此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难道我的命运就这样终结了？不，孤乃人王，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猛然抬头直逼太清圣人，一股逆天之力爆发出来。太清圣人，既然你也要逼死孤，那孤就不认你这人教教主。就算崆峒印在手又能如何？就算你是人教教主又能如何？孤是人王，孤才是人族主宰。在这一刻，忽然一股气息从我身体之中爆发开来。太清，既然你也站在了孤的对立一面，那就战吧。虽然明知自己不是太清对手，虽然明知此刻自己无法掌控人族气运，可是那又如何？今日孤以残躯之身要和你斗上一斗，就算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我高声大喊：人族先辈不屈，阴魂在上，三皇五帝在上，今日孤要与这太清圣人决一死战，不是他死就是孤亡。尔等先辈若是还惦记着人族，那就助孤一臂之力吧。声音响彻洪荒各处，直逼33天宫阙。来吧，杀个翻天覆地吧！宁愿玉石俱焚，也不为他人掌控，还不快快助孤！这是人王的请求，这也是人王的意志。就算是三皇五帝，就算是人族先辈，也必须遵从。正如那招妖幡一样，号令洪荒妖族，谁敢不从？无尽人族先祖冤魂疯狂而来，化作无尽滔天戾气融入人王身体之中，血色法香再次冉冉升起。我深吸一口气，大声喝道：今日孤甘愿化作世间杀神，今日孤以这凡人之躯硬刚诸天众生，今日孤要以人王之名告诉尔等芸芸众生，太清你可敢赌上一切？赌上你的圣位，赌上你的生命，赌上整个洪荒大世界！声音响彻洪荒大地，穿透33天宫阙，更是直入九幽之地。所有生灵都听到了我的话语，一个个颤抖起来。混沌之中大战的武圣也是看向了洪荒大地，看向了朝歌城。帝心，你到底要做甚？一种不好的预感出现在了心中。平心娘娘在此时此刻感觉到了一股心悸，洪荒众生也在这一刻感觉到一股无法驱散的阴霾笼罩着他们的灵魂深处。天地变色，原本的白天瞬间化作了黑暗。我以自己的气势撼动了天威，太清圣人也被这一股气息逼得后退半步。他可是圣人啊，居然被一个凡人逼得后退，颜面何在？太清心中暗道不妙，立刻问出：帝心，你到底要做甚？只看到我缓缓抬起头来，一尊由无尽人族冤魂组成的血色法香顶天立地。我缓缓开口：孤要做甚？当然是血战到底。没有人族的洪荒还是洪荒吗？没有人王的人族还是人族吗？声音不大，但却穿透了九霄九幽。这一刻，我看向了太清，看向了诸天众生，更是看向了混沌之中的紫霄宫。就让这洪荒重演混沌吧，就让这无量量劫提前到来吧。没有人族的洪荒，没资格存在下去。话音落下，血色法香瞬间化作熊熊烈火。今日我帝心燃烧人族气运，燃烧人族一切，势必要与这诸天众生，与这芸芸众生玉石俱焚。太清来战！撕心裂肺的吼叫撼动天威，震动苍穹，无尽杀戮戾气在这一刻从我身体之中疯狂爆射而出。刹那之间，整个朝歌城遭到了重创。姜子牙大骇，不好，快退！他立刻祭出封神榜挡在身前，可是依旧被这人王的恐怖杀戮气息震退，同时一口鲜血吐出，整个人萎靡不振，连带无数姬发大军瞬间化为乌有。二郎神、雷震子、哪吒等等，全部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倒飞出去，不知道被震退多远。只看到朝歌城上空飘荡着无尽的鲜血焰，还有那无尽当场暴毙而亡的姬发大军，鲜血哗啦啦的流了一地，瞬间血染朝歌城四周。姬发害怕了，不，快退！全军听令，给本天子退走！快！这就是人王吗？这就是未来的人道道祖吗？看着自身鲜血洒满了衣裳，姬发苦笑摇头，终归是人王，而他不过是凡人罢了。悔恨，可是那又如何？箭在弦上，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看着我的人王法身，姬发双眼爆红，心中发誓势必要夺了这人王之位。风云怒吼，人王杀戮瞬间布满天空，原本就已经遮天蔽日，此刻更是加上了一层阴霾。原本的黑暗在这一刻却变成了猩红。虽然我没有修为，但是却具有人王之气，再加之无尽人族先祖的冤魂舍身融合，我实力瞬间暴涨，与诸天持平。太清来战，化作一柄苍穹巨剑直奔太清圣人。太清圣人匆忙抵挡，但是更多的却是愤怒。他乃是人教教主，居然被我这人族蝼蚁反噬，简直就是倒反天罡。帝心，你这是在作死！太清圣人也不敢硬碰硬，方才硬扛人王之气的反噬已经让他受了伤，若是继续和我硬刚，就算打得过我，但是他的圣位必定不保。一旦我燃烧殆尽，生死道消，那么大事也就变了。一剑斩去，虽然没有破开太清圣人的护体天罡，可是却被这无尽冤魂之力缠绕。不好，人族业力，该死！太清圣人一退再退，但是我仿佛枯骨之已甩不掉，无奈他只能祭出人族至宝崆峒印。轰隆之声响起，我一口鲜血吐出，以人族气运对抗人族至宝，实乃大逆不道。我受到反噬，不过那又如何？我哈哈大笑，哈哈哈！太清怎么不敢正面一战？孤看不起你，气得太清圣人咬牙切齿，可是却不敢硬刚。人王一怒破釜沉舟，如此代价太清扛不住。通天教主的声音传来，随后更是大声吼道：太清，你真是丢了圣人脸皮！你不是说人族是蝼蚁吗？你不是说自己是人教教主吗？怎么这一会儿节节败退？太清你不行！太清圣人被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哼，通天教主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有本事你来！通天教主呵呵一笑，本圣可不会像尔等这般不要脸皮，为了自己的利益，居然打着天意的旗号。太清，本圣看不起你！一席话气的太清圣人当场发飙。若是常人如此说也就罢了，关键是被通天教主一阵数落，瞬息之间太清圣人豁出去了。人王，真当本圣不敢对你动手？我冷哼一声，孤知道你敢动手，那就来啊！玉石俱焚，你可敢？话音落下，我再次袭来，周身熊熊烈火更是燃烧恐怖。太清今日孤以自身性命拉上你陪葬。雷霆作响，我瞬间满头白发，面
面色也是变得苍老起来。太清受死这一剑，我赌上了自己的一切，包括人王之气，包括未来人道身份，还有无尽人族气运，当然更多的却是自己的生命。就算是重演混沌，那又如何？至少在这一刻，我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告诉无尽生灵，人族不可欺。剑光直指太清，只听得撕来一声响起，一剑展开了圣人天罡，恐怖剑芒落在了太清身上，圣血哗啦啦的流了下来，让这洪荒大地下起了无尽灵雨。通天教主大声袭来，哈哈哈，斩得好！诛仙剑阵困住四圣的同时，自身手持清平剑，同时对抗太极图，此刻也是血染长衫。不过越是如此，通天教主越是疯狂。人王地心，你尽管放手一战，大不了本圣陪你重演混沌。我通天教主豁出去了，哈哈哈！话音落下，通天教主一口圣血喷出，诛仙剑阵威力再次爆发开来，四圣如遭雷击。不好，通天教主这次不要命了！剑阵之内，四圣吓得腿都要软了。通天，你疯了！为了一个地心，你居然不惜燃烧精血，真的值得你这么做吗？通天教主冷哼，当然值得。本圣说过，今日要屠圣，那就一定要让尔等生存。说话之间，通天教主加大了攻势，同时心中下定了决心，此战不可保留。若是人王真的生存，那么洪荒必定重演混沌，到时候反正一切都要归零。既然如此，还不如放手一战。就算是重演混沌，那又如何？就算是圣位不保，那又如何？杀他个天翻地覆才是通天教主的追求。诛仙剑阵再次燃爆，混沌之中无尽浪潮风起云涌。接引准提怕了，他自己可不想死啊！通天，我错了，放了我，我愿意归还3000截教门徒。女娲圣人也是开口求饶，可是通天教主铁了心，已经晚了。人王尚且敢豁出去一切，我通天教主又如何不能？紧接着大声说道：“我通天教主一样可以不要圣位，不要性命，也要拉上尔等陪葬。”剑阵之内，四圣口吐鲜血，最惨的当属女娲。元始天尊手持先天至宝，反倒是受伤最轻的。见状，四圣也是豁出去了。生死攸关之下，一个个也开始燃烧精血，燃烧元神，以此对抗诛仙剑阵。再看朝歌城上空，通天教主杀戮真身越打越恐怖。太清圣人利用空瞳印不断抵挡，可是我就仿佛失去了理智一样，每一击打在空瞳印上，我都会口吐鲜血，遭到反噬，整个人的生命气息也不断减少。同样的，太清圣人每一次承受攻击，都会遭到人王反噬。不多时，太清圣人一袭白袍已经化作血色长衫。人王，你还不住手？本圣不会死，但是你扛得住反噬吗？我哈哈大笑。太清，你怕了，但是姑不怕。化作血色长剑再次杀出来啊！互相伤害啊！太清是男人就硬杠到底了。太清再退，他是真的不敢了。太清自私自利，表面说着无为而治，实则乃是算计最深的一个人，不知不觉也是退向了混沌。但是我凭借胸中一股怒气，硬生生的杀向了混沌。这一刻真的是以凡人之躯硬刚诸天。谁说凡人不可逆天？今日姑就要以凡人之躯硬刚诸天众生。姑要用行动告诉洪荒众生，人族不可欺。战斗再次打响，此刻我已经是风烛残年，殷商气运再一次跌到了谷底。原本这是好事，可是此时此刻这个结果谁也不愿意看到。洪荒开始颤抖了，北海之地滔天骇浪，洪荒之中无尽山川大地开始崩溃，地风水火也是冲出了表面，燃尽洪荒一切。诸天众圣见状，瞬间吓得脸色苍白。不好，无量量劫提前到来。通天，你还不住手，还不制止人王？通天教主冷哼，本圣何必制止？尔等做了错事，那就要承受代价。本圣甘愿与洪荒共存亡，甘愿与人王共进退。通天教主再次大声喝道：“那就让洪荒重演混沌吧！”哈哈哈，来战！混沌狂暴了，就仿佛化作了灭世大幕，一点点地开始磨灭洪荒。无数雷雨落下，恐怖闪电开始疯狂怒吼，无尽生灵也在这一刻哀嚎哭泣。我以自己生命为代价，让这洪荒提前上演无量量劫。完了，洪荒开始重演混沌，这就是无尽生灵唯一的想法。苍龙悲鸣，鸾凤哭泣，无尽生灵开始死亡。人王凝聚杀戮真身，上演洪荒大劫。反噬之下，洪荒生灵不管是谁无法逃过。地府之中，平心娘娘看到这一刻之后也是泪如雨下。洪荒可是父神盘古开辟出来，他不但没有守护好，反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洪荒破碎。虽然心中悲痛，可是平心知晓这是迫于无奈。无尽地府鬼差十殿阎罗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停了下来。也罢，就让这洪荒重演混沌吧。要是父神知晓众圣算计了一切，恐怕也不会让这洪荒残喘下去。闭上双眼，平心泪水不断落下，飘荡在这6道轮回之中，久久无法散去。太清圣人真的怕了，地心，你是整个洪荒的罪人，是你害得洪荒无尽生灵陨落，但是我岂能怕了他？呵呵，就算是罪人又能如何？今日我宁为玉碎，不与瓦全。太清来战，然而太清却是退走，不敢再接了。亿万公里开外，太清面色苍白，心里是真的怕。地心住手吧，不能再打下去了，否则整个洪荒就真的没了，整个人族也会没有了。你若不信，就回头看一看吧。我看去，洪荒人族此刻已经死亡不少，无尽冤魂飘荡在空中。我不疼吗？不，很疼，但是却无怨无悔。没有人王的人族还是人族吗？只听得太清的声音传来：“地心住手吧，此战本圣不再参与。”事到如今，太清不得不退。我冷哼一声，这个时候才想走，你不觉得晚了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若是好好的待在八景宫，我也不会找你麻烦。不曾想太清却是跳了出来，惹出了一身骚。现在好了，发现事情捅大了就想独善其身，这可能吗？我不是傻子。太清圣人沉声道：“人王够了，再如何说，本圣也是人教教主，也教化了人族，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难道你要真的让整个人族陪葬吗？”我手持人王剑，周身血色法相顶天立地，在这混沌之中依旧是苍松挺拔。我呸！你教化人族，你说的好听，最终不过是为了你那人教教主职位吧？最终不过是想要算计人族气运吧？太清圣人恼羞成怒：“你胡说！本圣至少传下了人族修行之法。”我看向太清怒斥道：“哈哈哈，好一个修行之法！”太清
清，你的脸怎么这么厚？你传下的所谓金丹大道，不过是坑害人族罢了，残缺不全，让人族无法成仙。你让后世人族世世代代彻底沦为了尔等掌中玩物，你这是断绝了人族最后的根基和退路。说到此刻，我脸色再一次怒焰滔天。太清，你可敢传下人族真正的道统？你可敢传下人族的正道之法？你不敢，因为你害怕，因为诸天众圣也在恐惧。一旦人族拥有真正的正道法门之后，尔等诸天众圣如何去算计人族？周身火焰燃烧，苍老的声音在这一刻缓缓出现。太清，收起你的算盘吧，孤知晓尔等一切算计。以前孤被迷惑不知深浅，但是现在孤已经醒了，你那些冠冕堂皇孤已经看清，你我之间必须要死一个，你自己选吧。此话一出，太清心中如遭雷击，我是怎么知道的？该死，到底是谁泄露了天机？面色大变，太清感觉自己的老脸被打得啪啪作响。帝心，你到底要作甚？难道此时此刻你还不愿意放手吗？我冷哼，孤要作甚？太清，难道你不知道吗？说话之间，人王剑再次举起，我大声喝道：孤要废了你人教教主之位，孤要夺回你身上的人族气运。你说孤要作甚？太清圣人道：不可能。我冷声道：既然不可能，多说无益，那就死战到底吧。这一次我身化地狱修罗，杀戮真身再次红光大作。太清，随我一起陪葬吧。此刻我生命气息已经见底，这一刻我洒脱了。也好，虽然众活一世十分短暂，但是这一世孤止了。硬刚诸天众圣，逼得众圣不得不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闭上了双眼，燃烧了最后的一丝生命气息。太清，随我陪葬吧。最强一击直奔太清而去，一股死亡的气息瞬间袭来，这不是一般的死亡。太清感觉到了，这是真正的死亡。诸天众圣也是心中咯噔一下，他们知道这一次是真的要死。洪荒生灵悲鸣，人道气运金龙也在开始崩溃，盘旋在朝歌城上方不断悲鸣嘶吼，一代人王即将陨落，洪荒大地上演无上杀劫，众生难逃。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忽然一股柔和的力量袭来，原本血色黑暗的天空爆发出了一束绚丽的光芒，原本死气沉沉的洪荒大地无尽生灵在这一刻看到了生命的希望。一个声音响起，都住手吧。声音平淡，但却穿透滚滚黑云，光芒虽小，却瞬间驱散了黑暗，一点破灭，瞬息之间霞光万丈。原本陷入黑暗的洪荒迎来了黎明曙光，只看到光芒之上，一个手拿拂尘，身穿白色长衫道袍的老者缓缓出现。红军，我看去，此时此刻能够力挽狂澜的，除了红军还有谁？一股无形的力量缓缓地托起我，让我无法再进一步，可是却并未伤到我分毫。洪荒之力爆发开来，一股无法抗拒且十分柔和的力量笼罩洪荒。只看到红军单手一招，整个黑暗的天空瞬间碧波万里。红军法身降临，太清圣人也是行礼拜见老师。红军看向了混沌深处，仅仅只是一眼，诛仙剑阵瞬间瓦解，连带通天教主武圣此刻都不得不行礼拜见老师。通天教主周身鲜血染满，接引准提也是周身破败不堪，气息萎靡。元始天尊披头散发，虽然形象狼狈，但是拥有先天至宝盘古幡护佑，反倒是并无大碍。最惨的还是女娲，此时此刻头顶三花已经摇晃不稳，周身衣衫破碎，嘴角金色血液不要命的流了出来，气息十分混乱。红军声音袭来，通天你过了。通天教主猛然一口圣血吐出，被打得倒飞出去1万公里之遥。此刻通天教主也不敢造次，面对道祖他就是蝼蚁。随后红军这才看向了我，人王，你虽为人族之王，更是未来人道道祖之身，但是你却不顾洪荒苍生，更是不顾人族无尽生灵，你真是愚蠢。红军道祖出面，直接摆出了高高在上的势态，诸天众圣谁敢不从？洪荒众生又有谁敢抵抗？然而我却没有丝毫退避。人王见奥利身前，一双眼神直接看向了红军法身。红军不等我说话出来，就被诸天众圣呵斥。人王你大胆，居然敢直呼老师名讳，但是我岂能怕了？滚！人王一怒，天地变色，晴天之间雷鸣作响。红军你也要趟这一趟浑水吗？红军道祖沉声道：帝心本座乃洪荒道祖，洪荒一切乃是本座分内之事，你此言差了些。我哈哈大笑，好一个分内之事，说得好。不过洪荒道祖你可能还差了些，你不过天道道祖罢了，与我人道有何干系？红军脸色瞬间变了一下，帝心休得胡言，你为人王应该凝聚气运法身，最不济也是信仰真身，你这杀戮真身实在不服你人王，还是散去吧。说着大手一挥，欲要打散杀戮真身，我却是呵呵一笑说道：红军，如今杀戮真身已经和孤生命融为一体，你若不怕，那就打一个试试看。卧槽！红军心中想要骂娘，这才看清楚，此时此刻我生命力早已经流逝，之所以还没死，那就是因为杀戮真身在护佑。一旦杀戮真身被击溃，身为人王的我必死无疑。到时候他亲手杀了人王，那就是改变天地大事，洪荒就会上演无量量劫。再看殷商气运，也是全部汇入了杀戮真身之中。可以说杀戮真身一旦被灭，殷商必亡，封神大劫便可就此终结。可是若是如此，人王也会被斩，如此后果红军无法承受，气得红军咬牙切齿。帝心你，他没想到我居然如此豁出去。不远处的太清听到这话之后一阵后怕，滴滴汗水落下，幸亏他没有最后爆发出来，否则打散了这尊杀戮真身，那可就完了。深吸一口气，红军平复了心情说道：帝心，殷商灭亡被大周取代本就是天意，你为何执迷不悟？难道你不顾人族未来了吗？别忘了你可是人王。我打断红军道祖，你少来这些妖言惑众之言了，真当孤什么都不知道吗？人道于封神量劫觉醒，天地人三道共同执掌洪荒，此乃大势所趋。你所谓的天意不过是想要算计我人道，算计我洪荒人族罢了，你的心思别人不知，孤岂能不知？最后一声响破云霄，当场狠狠地打在了红军的心中。所谓大势所趋，就是人道必须觉醒，洪荒必须觉醒，天地人三道，至于是否被谁掌控，觉醒在谁的身上那无所谓，最后的结果只要是三道觉醒即可，这是大势所趋。但是红军身为道祖，当然知晓大势不可改，小事可以变，因此这才算计人道。地道已经被他算计，如今若是人道再被他算计，那么红军就真正的成了洪荒道祖，而不是洪荒天道道祖。看着红军瞬息万变的脸色，
我大声喝道：“红军，你还是退走吧！我人族之事轮不到你来插手，人道觉醒也与你无关。就算你是道祖，也无权干涉。你若执迷不悟，依旧想要算计我人王之位的话，我嘴角微微一笑，说道：我就以这残躯之身杀上33天，搅他个翻天覆地。到那时候，就不是封神亮劫这么简单了，也不是截教和阐教的争斗那么简单了。”话音落下，一股必死之志爆发开来。后世有孙悟空大闹天宫，今日有人亡我大闹33天宫阙。红军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地心，你真是执迷不悟，难道你就不怕本座永生永世囚禁你吗？我法身再次升高，与红军持平，不怕，只要姑不死，封神亮劫永远无法结束。到时候孤岛要看看是你着急还是孤着急。红军说不出话了，我掐住了红军的软肋。盘古开天之时，天道被盘古所伤，需要上演无尽亮劫来弥补自身。一旦封神亮劫无法继续，那么天道将会一直无法修复伤势，到时候红军必定会被天道惩罚。红运冷笑连连，好得很，既然如此，那就如你所愿。红军单手一抓，被打散的人族气运瞬间汇聚而来。地心，既然你还未死，那么封神亮劫就得继续。本座把这无尽人族气运全部归入西岐武王，你没了人族气运的加持，看你如何来打这场封神之战。瞬息之间，西岐之地气运连绵，武王姬发感觉到了大周气运直接暴涨。武王跪地以示感谢，多谢道祖恩赐。我愤怒的大吼：姬发，你这人族叛徒不准跪！堂堂人族脊梁，居然被这个逆臣硬生生的压弯！你是人族的罪人，你是人道的罪人，孤一定不会饶了你！我气得怒焰滔天，恨不得生撕了武王。姬发冷哼：地心，我姬发不过顺应天命，此乃天意使然。我大周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到位，你注定是个失败者。气运加深，武王姬发上前一步说道：地心，本天子必定会让你后悔。我冷哼道：那你得有命活下去再说。我愤怒之下一剑斩出，瞬间劈在了武王姬发身上，结果我却是一口鲜血吐出。我大骇，这怎么可能？姬发哈哈大笑：地心，你还有什么手段？如今本天子也是气运加深，你一旦斩本天子，就是你自己斩你自己，该死！我双眼怒气看向红军，我知道这是红军的手笔，这是要逼着我自杀啊！红军这时说道：地心，你看到了吧？无论如何你死定了。如今姬发气运加深，这世间除了你自杀之外，姬发一样可以斩你。听到这话，我胸口跌宕起伏。这是红军利用无上反力，强行把人王气运一分为二。简而言之，周天子和我就是宿命之敌，两者之间必须要死一个。到那时人道完整，便是人道觉醒之日。呵呵呵，果然啊，圣人精通算计，果然如此。但你红军才是真正的算计之祖，我地心不得不佩服。苦笑之后，人王气势再次升腾起来，手中人王剑也是闪烁着光芒。不过你真的以为这样就可以让孤身损吗？你想的太简单了。我深吸一口气，既然这是你们逼的，那就不要怪孤继续疯狂了。不就是人族气运被分开了吗？夺回来就是了。孤乃人王，岂是你这个冒牌货可以比拟的？只看到我周身忽然出现恐怖浪潮，众圣见状大骇，这是要干什么？不好，怎么感觉人族气运开始虚无缥缈了？太清圣人脸色大变，他可是手持崆峒印，怎么镇压不住了人族气运呢？周天子也是脸色大变，这怎会这样？红军老祖也是大骇，赶忙大声喝道：地心，你在作甚？此刻我手中人王剑开始爆发出了璀璨的光芒。孤要作甚？孤当然是要一统人族气运，猛然看向了姬发，厉声喝道：姬发，你当真以为红军把人族气运给了你，你就可以目中无人，肆无忌惮了吗？你真是太天真了。孤乃人王，只看到我高举人王剑，绚丽的光芒在这一刻照耀整个洪荒大地，一股不安的感觉瞬间袭来，众圣面色变化，红军更是睁大了双眼。至于姬发，虽然身具人族气运，但是却没有人王之气。雷霆响动，原本晴朗的天空在这一瞬间再次变得暗淡下来，无尽雷霆直逼我而来。红军大骇，地心，你到底要做甚？还不快快停下！他立刻掐指计算，可是发现此时此刻我的结局越来越朦胧，甚至被一片黑暗迷雾所笼罩。红军想要更进一步，可是却遭到了反噬，一口圣血吐出。红军大骇，这怎么可能？地心，你到底是谁？这一刻，红军终于感觉到了不对劲，难道是一直藏拙吗？不对，不可能，那到底是什么？红军心中不安了，此刻只看到我疯狂大笑起来，尔等自以为算计的天衣无缝，但是你们别忘了孤乃人王。雷霆落下，劈打在了人王剑之上，不但没有击溃杀戮真身，反而让我的生命力变得旺盛起来。忽然之间，人王剑大放光华，一股远古的气息缓缓降落下来，黑夜的天空瞬间布满了无尽星辰。诸天众圣在这一瞬间愣住，这是诸天星斗大阵？不对啊！下一刻只看到无尽星辰之力化作无尽光束，直奔人王剑而来。红军坐不住了，地心，你到底在做什么？圣人之下，又有谁能抵得过周天星辰之力？只看到我此时此刻周身上下闪烁着莹莹星辰之力，和气澎湃。我呵呵一笑，红军，你真当以为把人族气运划分出去就可以让我殷商王朝灭亡吗？你想的太天真了。我抬头看向了诸天星斗，大道50，天眼49，遁去一道，给予众人一线生机。随后再次看向了红军，我说道：世间万物都有一线生机，我堂堂洪荒天地主角，怎么可能没有这一线生机？更何况孤乃人王。下一瞬间，只看到人王剑猛然冲向了天空，人王剑的一面正在快速的形成日月星辰，随后在这些星辰之力的加持之下，另一面却展现出了山川大地的勾勒图画。轩辕神剑，此时不醒更待何时？随着人王一声吼叫，人王剑终于彻底觉醒，剑鸣响起，一边日月星辰，一边山川大地，众圣大骇。该死，这是轩辕剑！地心，你这是做什么？难道你要倒反天罡？红军也是面色大变，隐隐已经猜到了我的动作，我以人王之气强行唤醒轩辕神剑，这可是大事。可是这又怎么可能？看了一眼杀戮真身，红军瞬间明白，立刻大声吼叫：地心，你敢！我不屑一顾，有何不敢？我法身暴涨，单手一抓轩辕神剑在手，在这一瞬之间，大地气势爆发开来，瞬息之间就和人王之气融合。
何？我沉声问道。红军，难道你忘了人王剑的前身了吗？上古时代，人族无尽部落争斗不断，轩辕大帝于杀戮之中走出，手持轩辕神剑征战无尽人族部落，上斩仙人，下斩蚩尤反叛，最终人族气运归一，成就无上大帝之位。声音响彻33天宫阙，更是穿透无尽九幽。今日我人王帝星重启轩辕神剑，重走轩辕大帝杀伐之路，再战洪荒大帝，为我人族气运大一统粉身碎骨，气势爆炸了，直冲天地之顶，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我的气势爆发了，我命由我不由天，天要阻我，我屠天，杀戮真身觉醒吧！一声吼叫划破长空，33天宫阙在这一刻颤抖一瞬，九幽地府更是仿佛化作滚滚热水沸腾起来，整个洪荒大地充斥着一股杀戮的气息，雷霆环绕，随后瞬间就被我吸收而去，化作了生命气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我苍老的身躯在这一刻开始恢复。枯木逢春，我依靠人王之气，依靠手中轩辕神剑，直接截取天地生机，这让通天教主看到之后大为震撼。截教奥义不就是如此吗？没想到我居然领悟到，果然不愧是未来人道道祖。人王之气化作一条长达亿万公里的金龙，发出了愤怒咆哮，殷商气运在这一刻直接死而复生，无尽人族先辈的冤魂在这一刻也是开始自我分解，全部化作猩红色的光点，融入我身体之中。原本还比较虚幻的杀戮真身，在这一瞬间变得凝实起来。杀戮真身成，飞沙走石，仿佛大海啸一般席卷整个洪荒。我手持轩辕神剑，一双眼眸闪烁着无尽的杀戮气息，天地一变，众圣颤抖，恐怖的杀戮之气一浪又一浪的迎面扑来。弱小的生灵在这恐怖的杀戮之下，灵魂开始颤抖，更有胆小生灵直接被吓得倒地而亡。一声咆哮，气势席卷四面八方。原本的姬发大军虽然已经退出很远，可是依旧被这一股气浪掀翻，死伤无数，就连周天子也是不得不退。诸天众圣在这一刻害怕了，帝辛，你这个疯子，你可是人王，你居然凝聚了杀戮真身，你是洪荒的罪人！完了完了，杀戮降临，洪荒上演无上杀劫，帝辛，这都是你做的好事。生灵涂炭，人王化身修罗，这造的什么孽啊！也在这一刻，他们都感觉到了自己的道统被无上杀孽包裹，芸芸众生也在这一瞬感觉到了大劫将至。我周身仿佛化作地狱修罗，此刻我杀戮真身头顶苍天，脚踩洪荒，巨大的眼睛化作了一对星辰，闪烁着猩红的光芒，看向了诸天众生，看向了红军。现在如何？你们觉得现在还能让孤自杀吗？我漫步而来，手持轩辕神剑，我的气势在这一刻达到了巅峰。就算你把人族气运给了西岐，又能如何？就算你们全部站在孤的对立一面，又能怎样？长出一口气，我的声音缓缓袭来。轩辕大帝凝聚人族气运，那可是杀出来的，而不是尔等如此算计而来。既然尔等要把孤逼上绝路，今日孤被迫重走轩辕路，以杀止杀，以暴制暴，以战养战，依靠无尽杀戮重掌人族气运。我剑指众圣大声喝道，而你们这些所谓的圣人，就是孤要讨伐的对象，胆敢算计人族，世间无法容尔等。随后又看向了姬发，厉声喝道，孽障姬发，等着孤的报复吧，孤必定把你挫骨扬灰，让你承受千刀万剐之痛。声音仿佛一颗炸弹，在这姬发的脑海中炸开，一口鲜血吐出，姬发整个人萎靡了下去。这就是人王，这就是未来的人道道祖。姬发满脸恐惧和害怕。诸天众圣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摇了摇头，果然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姬发比之人王实在是差得太远，否则那就不是周天子了，而是该成周人王了。此刻红军有些后悔了，谁他们会想到我居然重走轩辕路？三皇五帝每一个都对人族做出了巨大贡献，五帝之中轩辕大帝功劳甚大，如今我重走轩辕路，更是凝聚了杀戮真身，如此封神亮劫被迫升级了。原本只是劫产两教的争斗，此刻却是蔓延到了整个洪荒，也亏得他没有出手，否则更会蔓延到天道。红军道，帝辛，既然你要重走轩辕路，那么一切各凭手段吧，你会为今日的行为付出代价。话音落下后，红军的身形消失不见。如今我已经破局成功，他再留下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诸天众圣看向了我，女娲咬牙切齿，帝辛，你胆敢废除我人族圣母之名，你会付出代价的。女娲说完之后转身离去。接引准提也想说什么，但是当对上了我的眼神之后，也只能悻悻离去。元始天尊披头散发盯着我，恨不得一巴掌拍死我，可是他不敢。帝辛，你给本圣等着，本圣会找你算账的。元始天尊已经下定了决心，既然封神亮劫没有打完，那就继续打下去，反正他们阐教兵多将广，我一介凡胎如何与诸天神佛斗？恶狠狠地看了一眼我之后，元始天尊也是消失不见。至于太清圣人，也回到了八景宫之中开始谋划。天色缓缓褪去，光芒再次降落大地，我破局成功，给殷商王朝带来了新的生机。虚空之上，唯有一人血染长衫，身后背负4把巨剑来到了我身前。通天教主虽然狼狈，但是也算是大快人心。人王干得好！我拱手道。通天教主多谢出手相助，如此恩情我帝辛不会忘记，他日必有厚报。通天教主呵呵一笑，人王客气，你我本就是一体。然而话锋一转，通天教主周身戾气爆发，这接引准提、元始天尊、太清圣人还有女娲，居然联手坑的本圣截教死伤无数，此仇不报我通天誓不为人。封神一战，截教死伤无数。通天教主知晓之后，截教门徒已经去了9层9，截教已经名存实亡。通天如何不怒？却不成想我绝处逢生，硬生生的破开了此局，这让通天教主看到了截教的复兴希望。人王，虽然你破开了必死之局，但却让这封神亮劫提升了等级，一旦亮劫之力落下，你扛得住吗？我长叹一口气说道，孤乃人王，扛不住也要扛，我没有选择，反倒是教主你，想来往后不会好过了。通天教主呵呵笑道，本圣无所谓了，本圣性子刚烈直手，与他们道路不同，反倒是你啊。通天教主不知道从何说起了，片刻之后这才说道，如今人族气运入了西岐，你虽然破开了必死之局，但是没有气运你如何战斗？诸天众圣还有红军道祖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通天教主拍了拍我的肩膀，接着说道：“重走轩辕路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岂能让你如愿？是啊，众圣岂能让自己得逞？不过我却是呵呵一笑，说道：放心，姑自有办法，大不了让这天地重演混沌，重新洗牌。”通天教主有些木讷，洗牌。正当此时，忽然一道伟岸的声音响起：“尔等速来紫霄宫！”听到这话，我就知晓他们开始算计自己了。握了握手中已经觉醒的轩辕神剑，我眼神露出了坚毅。既然如此，那就来吧，比谁的手腕更强。露台自焚未遂，我重新崛起，只是这代价实在太大。我杀戮真身，俯视苍生，洪荒各处生灵涂炭，人族死伤无数，就连这朝歌城此刻也是面目全非。若非截教剩余门徒以死护佑，恐怕这朝歌城也会化作人间地狱。一声轻叹，我心中流血，这可是活生生的人命啊！虽然心有悲痛，但是我却明白，有些事情必须做，有些代价必须付出。虽然人族死伤无数，但是好在人王苏醒，人族将会迎来新的开端。或许这就是人族注定了的一次劫难。正如那巫妖亮劫期间，巫妖二族屠戮人族一样，伤心、悲痛、愤怒、仇恨，在这一刻不断的在我脑海盘旋。终归是我太弱了，落后就要挨打，变强，我必须变强。然而感知到自己没有丝毫修为，我苦笑。上达天听规则降临，所谓的人王不可修行，曾经的我真的信了。但是现在，去他妈的不可修行！姑不但要修行，还要带着人族所有全部修行。姑发誓要带着人族杀上诸天，捣毁天庭，粉碎33天宫阙，凡是阻拦人族前进的存在，都会被人族一一粉碎。人王誓言引动天威，在这一刻，人族心中的那一颗自强种子开始发芽。也在这一刻，我唤醒了人族的尊严，让原本弯曲的脊梁再次挺直起来。谁说天命不可违？谁说凡人不可逆？去他妈的！只要姑还在，谁来了也不好使。我缓缓转身，傲立露台，看向了自己手下为数不多的忠臣。姑已觉醒，姑已醒悟，这都是姑的错。看着遍地尸骸，看着倒塌的城墙，再看着不断哭泣的殷商臣子，我心中五味杂陈。想当初殷商王朝兵多将广，想当初殷商王朝繁荣鼎盛，然而到了自己手上的时候，却变成了如此不堪的模样。姑有罪啊！一声感叹响彻整个朝歌城。这一刻，面前的臣子们流泪了。大王一切为时不晚，臣等愿意追随大王再创辉煌。没错，我文仲甘愿为大王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他们高兴啊！曾经的那个精明能干的大王又回来了。我看着面前的臣子，心里面很是难受。那么多的忠臣先后离自己而去，陈塘关、李靖、黄飞虎、土行孙等等，这些先后倒戈，还有被我害死的比干丞相。我想到这里，忽然感觉心一阵绞痛。还有曾经的孔宣，那是不可多得的良将，结果却被西方秃驴度化而去，成为了西方佛教的孔雀大明王，更是成为了接引准提的坐骑。这不但是把人族的面子踩在脚下狠狠的摩擦，更是盗走了人族不少气运。想到此处，我再次抬头看向了诸天之上，等着，姑必定干翻尔等众生，你们拿走的，姑一定会让尔等10倍100倍的讨回来。我心中发誓，随后大手一挥，尔等听令，重建朝歌城。一声令下，殷商王朝开始行动。金銮大殿之上，我高坐人王宝座，看着朝堂之下的臣子严重稀缺，曾经的百官上朝，现在却是寥寥数人，我实在是心痛。如今商朝大军不足10万，但是姬发大军已经是100万大军，但是那又如何？姑还在，姑已醒悟，为时不晚。姑在此立誓，必定会把姬发挫骨扬灰。我缓缓站起身来说道：姑决定了，重整大军讨伐逆贼，姑要御驾亲征。为数不多的朝臣心中激动，大王英明，人王带队，而且剩下的都是截教门徒，只要操控得当，区区姬发大军又有何患？我下令道：文仲把苏妲己给姑抓上大殿。听闻此话后，朝臣激动，大王真的要铲除苏妲己了。不消片刻，苏妲己已经压了过来，原本还想逃走，但是文仲那可是截教门徒，岂会怕了这狐惑之术？大王，苏妲己已经带来，还望大王发落。看着朝前跪着哭泣的可人，我也是一阵惊叹，果然苏妲己容貌惊为天人，也难怪曾经的我被她迷惑，果然那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只是现在人王觉醒，直到此时此刻，苏妲己依旧还在卖惨，暗中释放狐惑之术，企图迷惑我神智。但是现在可能吗？我冷笑一声，人王之气当即震碎苏妲己的手段，随后更是恐怖的杀戮气息随风而来。苏妲己当场一口鲜血吐出，这杀戮真身，之前事情苏妲己早已知晓，如今亲自面对杀戮真身，苏妲己怕了。大王饶命啊！事到如今，苏妲己知晓我已经觉醒，再来狐惑之术只会自讨苦吃。我冷哼一声，哼，苏妲己不对，应该叫你九尾狐妖才对。此话一出，苏妲己浑身一震，看来她终究藏不住了。我一拍扶手，厉声喝道：你胆敢迷惑姑，今日姑会让你付出代价。你青丘狐族一脉，姑也会赶尽杀绝。胆敢祸乱朝堂，胆敢坏我殷商气运，你一定要死！苏妲己连忙跪地求饶：不，大王，饶命饶命！我是被逼的，是女娲圣母，是女娲她。我冷哼道：文仲让苏妲己写下来，姑不会饶了女娲，就算女娲是圣人又能如何？胆敢算计殷商就不可饶恕，不打的女娲跌落圣位，姑是不为人。还有元始天尊西方二圣，当然还有太清。恐怖的人王之气爆发开来，直冲天际。很快，苏妲己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部写了下来。文仲利用截教仙术记录，最后交于我。看了之后，我愤怒。虽然明知道事情的经过，可是当亲眼所见之后，我依旧是怒焰滔天。来人，随姑一起御驾亲征，铲除青丘狐族！我站起身来，杀气滔天。姑要让这天下的狐族绝其种，断其根。姑要让这洪荒狐族永远消失。姑要让整个洪荒生灵都知道，犯我殷商赶尽杀绝。我身化杀戮真身，身后带领截教门徒走出了朝歌城，而身后则是被武大宝架在了一根旗杆之上的苏妲己。只是她被封印了全部修为。
尾，殷商王旗高举，我手持轩辕神剑，亲自讨伐青丘狐族。九尾妖狐姑给你一个机会，大声说出女娲的一切。姑可以考虑让尔等狐族走得痛快，否则姑必定把尔等狐族剥皮抽筋，放置于火架上烘烤，生不如死。看着九尾妖狐，我双眼杀气弥漫，在这杀戮真身之下，九尾妖狐灵魂都在颤抖。然而听到了我的话之后，更是吓得九尾妖狐连连摇头，不可以，那是圣人，辱骂圣人会让我狐族万劫不复。我一掌打出，恐怖的杀戮气息瞬间震得九尾妖狐口吐鲜血，冥顽不灵，那就怪不得姑了。随后我看向了文仲，说道：“你可有法让这畜生开口？”文仲上前一步说道：“大王，我截教有一秘法，可让九尾妖狐按照大王意愿遵令。”我随后看向了九尾妖狐，最后看向了青丘湖方向，大声说道：“全军听令，兵发青丘湖，所有狐族扒皮抽筋，让狐族承受千刀万剐之痛，谁敢阻拦，诛灭全族。”众人应道：“是，大王。”剩余的截教大军在我的带领下直奔青丘狐族，一时之间四方震动。无尽生灵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大喊：“人王这是要干什么？为何好大的力气？”青丘湖完了，人王觉醒，又是杀戮真身，洪荒杀劫启动了。无尽生灵害怕了，青丘湖是第一个应劫的对象，只是不知第二个会是谁。武装观、镇元子为地仙之祖，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心头颤抖，隐隐的感觉到了杀劫降临。还有冥河老祖、北海鲲鹏等等，一个个都睁开了双眼查看起来。此刻青丘之地，那些狐族根本逃不过截教大阵。我沉声下令，听姑号令，杀光青丘之狐，扒皮抽筋，千刀万剐。一时之间惨叫响起，我杀戮真身降临，手持轩辕神剑大杀四方。九尾妖狐撕心裂肺：“大王，我错了，求求你，我错了。”但是我岂能理会？文仲，你的秘术呢？动起来吧！只看到文仲双手结印，瞬间没入了九尾妖狐身体之中。原本正在嘶吼的九尾妖狐当即闭嘴，随后开始数落女娲：“女娲圣人，你言而无信，你让我祸乱殷商，败坏殷商气运，说我完成任务之后何以位列仙班，没想到我事成之后，你居然出尔反尔。”女娲！九尾妖狐吓住了内心颤抖，他怎么辱骂圣人了？很想停下来，可是自己的这张嘴却是不受控制。洪荒众生听到这话之后，瞬间吓得跌倒在地。该死，这九尾妖狐如此胆大妄为，居然辱骂圣人，难道他不想活了吗？好胆，这是彻底撕破脸皮了。无尽生灵害怕了，圣人一怒乾坤颠倒，退去的姬发大军听到这话也是吓得腿软。姜子牙气得胡子不断的颤抖，造孽啊造孽啊！帝辛，你这是天怒人怨，你不得好死！特别是姬发本人更是气得吹胡子瞪眼。帝辛，你岂敢啊！你好大的胆子，居然辱骂圣人！作为1号狗腿子，姬发岂能忍受？气得一口鲜血晕了过去。天地异象，雷霆降临，辱骂大圣，天理难容。我抬头看天，呵呵一笑。姑在此，你敢灭了九尾妖狐，姑立刻杀上33天宫阙，玉石俱焚。轩辕神剑猛然傲立胸前，杀戮真身法相瞬间顶天立地，还不退走！我一声吼叫，人王气势爆发开来。看到雷霆退去，殷商大军更加疯狂。青丘之地，无数狐族被打回了原形，扒皮抽筋，一道又一道被扒了皮的狐狸被倒挂在树杈之上，鲜血淋漓，周身上下还在不断的颤抖，嘴里发出钻心的剧痛之声。不远处的皮毛已经堆积成山，这是被活生生的拔掉了皮毛。但是这还不够，胆敢败坏殷商气运，这才只是开始。九尾妖狐不敢看，那无数的声音就像是化作无尽刀片，在一刀又一刀的折磨自己的灵魂。我沉声道：“九尾妖狐，你看到了吧？你青丘狐族因你而亡，你是青丘狐族的罪孽。”苏妲己撕心裂肺的吼叫，然而话到嘴边，却成了辱骂和数落女娲的言语。混沌紫霄宫中，红军召唤诸天众圣聚会，通天教主最后一个到来。当看到其他武圣的一瞬间，立刻杀气爆棚。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感受着通天教主的杀气，众圣也是愤怒。特别是元始天尊和女娲，一个被打得颜面大丢，另一个差点被打得削去顶上3花。至于一旁的老子，却是闭目不言。元始天尊怒道：“通天此乃老师道场，你要作甚？”通天教主冷哼：“本圣要作甚？元始天尊，你坑得我截教门徒不知多少，更是让我截教名存实亡。本教主不会放过你。”随后看向了接引准提，还有你们俩秃驴胆敢算计我截教，更是度化3000红尘。你们两个给本圣等着，稍后本圣去西方世界摆下诛仙剑阵。通天教主杀气直冲体外，截教名存实亡，本圣又岂能让你这西方教派好？随后又看向了女娲，说道：“还有你，别以为你是女人我就不好打你。你暗中派遣九尾妖狐下界，扰乱殷商气运，更是让我截教门徒死伤殆尽。女娲，你给本圣等着！”杀气爆发，若非这里是红军道场，恐怕通天教主已经大打出手。听到此话，接引准提脸色大变。这要是真的在西方世界摆下了诛仙剑阵，那还让他们怎么活啊？西方世界也是道魔相争的终极战场，当初一战就是诛仙剑阵摧毁了西方世界的灵脉，导致西方世界十分贫瘠。若是再来一次，西方世界必定崩塌。